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麻辣白草莓。大部分面向全球商场的应用，比如说 YouTube、推特，现在也叫叉，或者是 Ins 这类软件，在安卓手机上必须使用谷歌三件套才可以打开。如果说没有安装谷歌三件套，应用在尝试调用相关 API 时，会因为找不到接口而导致报错、无限加载，或直接停止使用，或直接闪退。那么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：三件套必须一起安装吗？这确实是必须完整的，并且有先后顺序的进行安装的。首先，大家要先安装谷歌服务框架，再安装谷歌 Play 服务，最后安装谷歌 Play 商店。谷歌服务框架是用来负责基础的通信层，负责账号管理和谷歌服务器的底层数据通信。谷歌 Play 服务主要是负责核心的 API 库，包含所有的供方、第三方应用的调用服务，并且在后台静默运行。那么，谷歌 Play 商店主要是提供视觉化的前端与分发平台，供用户，也就是咱们进行搜索或者下载应用。下面就跟大家说几种安装谷歌三件套的办法，使自己真正的走入地球村。先跟大家说第一个方法，有一部分手机它是可以直接在应用商店里面搜索到 Google Play 的。你像小米的手机或者红米的手机都可以，其他的手机大家可以点开应用商店来查一下，看是否有。这里我们以红米手机为例，点开应用商店，在这里搜索 Google Play。然后点击升级，好，可以看到它已经升级完成了，现在可以直接打开了。在打开 Google Play 之前，大家需要把自己的 VPN 给打开，否则的话你是进不去 Google Play 的页面的。然后我们点开 Google Play， 点击登录，输入我们的谷歌账号，它就可以正常登录了。然后在这里，我在我原来的设备上允许使用，这就已经登录成功了。可以看到我们打开 VPN 的情况下，现在我们已经进来这个应用商店了。我们随便下几个 app， 比如说叉，我们点击安装，再下载一个油管，再下载一个 GPT。看到我这里这3个软件已经下载好了。需要跟大家额外强调的一点是，大家在用安卓手机下载这些应用的时候，你的翻墙软件记得打开全局模式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翻墙软件下面这个第2个显示是全局代理。那么怎么打开这个全局代理？就是点开第2个选项以后，选择右上角的3个点，点开，这里有一个模式选择，点开，选择全局模式就可以了。或者是如果说你不想选择全局模式的话，也可以选择规则模式，配置一下，把谷歌 Play 全部的流量走到你的 VPN 代理上就可以了。如果说你的 VPN 没有打开全局的话，很有可能是没办法把软件下载成功的。如果说你的手机自身没有带谷歌框架，那么下面我跟大家介绍第2种的安装方式，自行下载谷歌框架进行安装。首先我们要下载一个谷歌服务框架，大家打开网址以后会来到这个页面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安装包，这里是安卓的10、安卓的11、12、13，大家对应选择到自己安卓的安装包进行下载就可以了。如果说大家不知道自己的安卓安装包它的版本是什么，可以打开你的手机，点开设置，设置里面有一个我的设备，点开以后有一个全部参数与信息，点进去以后，它这里会有个安卓的版本，我这个安卓的版本显示是13，那么我们打开13就可以了，下载13这个版本。这里找到安卓的13，点击下载这一个版本。进来以后，我们看到它这里有一些不同年份和日期发布的安装包，大家选择最新的一个安装包，安装下载就可以了，也就是第1个。点击，我们点击这个 APK 文件下载。这里看到它已经开始下载了，已经在后台下载了。然后下载完这个安装包以后，因为谷歌三件套嘛，下载完服务框架以后，我们再下载一下 Google Play 服务。这个网址我也会放在我的简介下方。打开这个网址以后，大家向下滑，在这里可以看到谷歌 Play 服务的各个版本，大家依然按照自己手机找到对应版本。我的是安卓13，找到安卓13。可以看到这有个安卓13啊，后面它有一个 PDI 的选择，我们查一下我们手机的 PDI 是多少。下面教大家一下这个 PDI 怎么查。以我的小米手机为例，我们打开设置，在搜索里搜索最小宽度，可以看到它最小宽度是在更多设置开发者选项，
里头有一个最小宽度，大家点开以后，最小宽度的这个数据就是 DPI 的值，这个大家可以选择修改，也可以选择不修改啊。实际上影响并不大，这里我们先不修改了。继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安卓13 320 DPI 的安装包是符合我们安装条件的，我们点击进去，选择最新的安装包进行安装就可以了。我们在这里点开，它就已经开始下载谷歌 Play 的服务了。下面我们来到最后一步，下载谷歌 Play 商店。把这个谷歌 Play 商店下载完以后，我们的谷歌3件套就属于安装完成了。在这个谷歌 Play 商店版本里，我们再找到我们对应的安卓13的系统。它这里没有一个安卓13的版本啊，大家可以向下降，它是要求最低版本多少。如果说你13、14、15在这边没有找到的话，也可以找到安卓12，只要是你的版本高于这个版本就可以了。选择这个安卓12的进行安装，那我们点击选择下载最新的一个 RPK 文件，在这里继续点击下载就可以了。文件下载完以后，大家把下载好的文件拖到自己的手机上就可以了。在手机上接到文件以后，点击进去，点击下载，接收。这里下载完以后，微信它会提示安装未知应用，很多人到这一步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手机不会自动弹出来这一个下载的按钮。大家点击右上角的这3个小点，选择更多打开方式，选择手机中的应用，随便选一个 WPS， 可以看到进去以后它就提示让我们安装了。我们点击安装，继续，可以看到它这里就是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安装了。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安装的先后顺序啊，大家需要先安谷歌服务框架，安装完成以后再安装谷歌 Play 服务，最后安装谷歌 Play 商店。否则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安装成功的。下面的安装过程相信大家都轻车熟路了，我这里不再演示了。如果前2个方式你都没有成功安装到谷歌3件套的话，下面就跟大家介绍第3种方式，安装Go服务器。安装Go服务器以后，它会一键安装谷歌框架、谷歌服务和谷歌 Play 商店，不会出现频繁报错的情况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想省事儿，不想登录刚才3个网址挨个安装的话，也可以安装这一个Go服务器，让它一次性给你搞定安装，整体会省事很多。这里Go安装器的方式就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我们打开手机的扫一扫功能，扫描这个二维码，点击确定，点击安装就可以了。安装，这里点击我已了解此应用，未经安全检测，点击继续安装。安装完以后，我们点开看一下，这里直接点击我同意就可以。他要的授权都正常给到他，因为我这个手机刚才已经安装过谷歌套件了嘛，所以说它提示我是已安装。那么我们重新安装一下，我点击重新安装，这是一个卸载的界面，我点击确定，点卸载。我刚才已经卸载过了啊，它现在提示我的谷歌套件不完整。我直接点击一键安装来搞定，一键安装。你看，它现在会自动修复我3个3件套的状态。另外，它还会自动检测你的机型，适配什么安装包，不再需要挨个去找了，只需要等待它安装完成就可以了。然后第4种办法就是下载 Gbox 这种虚拟机，就类似于 Win 的虚拟机或者 Mac 系统的虚拟机一样，这是在手机中安装一个虚拟机，用来使用谷歌 Play 的服务。像这种情况主要适用于华为等这种限制修改机型的机器，它就相当于一个软件装到手机里了，并不会修改你的系统。我们下载一个，直接下载当时最新的就可以了。下载完成以后，我们跟刚才一样发送到我们微信上。可以看到我的微信已经收到了，我们点击下载，接收。下载完成以后，跟刚才的操作步骤一样，我们点开右上角的3个点，选择使用 WPS 打开，允许。我们点击安装，继续，允许到 WPS 进行安装。这个提示未查询到备案信息，不用管它，点击继续安装。了解此应用存在的风险，继续安装。我们点开这个 Gbox 这个软件，这个大家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就可以了。我这里选择智能运行，它这里提示到 Gbox 需要下载这个服务才能发挥最佳性能。我们点击安装，
刚才那个不是必须的啊，大家可以不按。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已经刷新到谷歌商店的一些应用了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下载。打开这个 Gbox 的时候，大家需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你的梯子也是需要开启全局模式的。如果说你没有开启全局模式，很有可能它是无法加载出页面的。这个虚拟机需要跟大家提一个醒，如果说不是到万不可以的情况下，建议大家不要使虚拟机这个办法，因为你可以看你在电脑上运行虚拟机或者在 Mac 上运行虚拟机，同样一个道理，你在里面运行，它肯定会比你原生下载的软件会慢很多。临时救救机可以，但是如果长期使用的话，还是建议直接下载到本机上，虚拟机是最后的一个方案。下面跟大家说一下第5个办法，就是安装第三方应用商店，它也可以下载谷歌 Play 的应用商店，并且它是开源支持匿名账户登录的。我们下载这个体验一下。我们和刚才一样，在微信中打开安装包，是用 WPS 打开，安装。我们打开这个应用商店。大家打开这个应用商店的时候需要注意，也是需要开启全局 VPN 的。如果说没有开启全局 VPN， 可能没有办法打开这个页面。我们正常点击下一步，权限全部点击允许，否则的话它没有办法下载里面的应用的。选择允许，大家依次把这些权限打开就可以了。到登录页面以后，我们选择匿名登录。这里它有一个夜间的跟正常的 app， 刚才我下载的是夜间的。我们再把这个正常的也下载上，一块测试一下。我们点开这个新的，跟刚才的界面一样啊。我们点击下一个，这些权限大家都选到允许。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夜间的权限它会更多一点，这个权限会少一点，更安全一点。大家优先选择下载这一个正常的就可以了。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打开 VPN 才能正常登录的。如果说你用 VPN 登录以后它并没有进去，换一个节点再重新试一下。最后还有一种情况，如果说你实在装不上谷歌三件套怎么办？最后可以通过刷机或者使用虚拟机的办法使用谷歌三件套。谷歌三件套毕竟属于软件，是系统级别的组件，但有的品牌手机比如说华为，它没有得到谷歌公司的授权，所以说出厂没有预装谷歌的三件套，即便是你自行安装也比较复杂，很难装得上，或者是装上以后有许多问题。但其他的国产软件会好很多，尤其是小米本身出厂就预装了一个比较低版本的谷歌三件套，只需要激活升级即可使用。若是实在装不上了，也可以考虑把手机恢复出厂设置，再按照视频中的方法重新走一遍。但是在恢复出厂设置的时候，大家记得提前备份。最后的虚拟机我并不是非常推荐，因为在虚拟机里性能有折扣不说，就耗电这一块也够你手机受的了。最后总结来说，如果说你直接能在手机里安装谷歌三件套，那就直接安装；如果说安装不了，就考虑重置手机再次尝试。如果实在装不上的话，那就想办法刷机，刷成欧洲版或者国际版的系统。最后实在没辙了，想要临时使用谷歌三件套，那就使用虚拟机这种办法，临时凑合着用。如果以上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订阅点赞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